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今天我站在这个玻璃门前面，因为这个呢是我2个礼拜以前刚刚完成的一个项目。这个以前是用了30多年的老式的实木门，上面呢是一个单层的玻璃，不保暖。这个呢在加拿大冬天显然是不可接受的。那么下面呢是那种木头的装饰板。由于下面是木头呢，这样呢它采光不是很好，所以这个小厅呢就稍微有点黑。另外呢，因为这个门呢是通向侧院的，所以呢，我呢就想把它做成这种现代感的玻璃门。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样隐私会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对我来说呢，我不是很介意，因为这个呢是通向我的侧院，然后呢，有很多的树在外面，所以呢，我觉得不是很大的问题。当然，如果是对隐私比较看重的呢，也有一些解决方案，可以在玻璃里面贴一些膜，或者呢采用那种不是完全透明的玻璃。很多老一点的房子呢都安装了这种实木门。这种实木门呢，如果你保养不太好的话，可能表面有一些磨损啊之类的。但是我的建议是，如果这个实木门的结构非常结实的话，千万不要轻易的扔掉。因为这个实木门呢，这个2个竖的，2个横的，这个是最基本的结构。有的呢中间又有一个横梁，只要这些结构性的部分它非常结实，没有变形的话，那么完全是可以改装的。所以呢，不要轻易的扔掉这种实木门。而现在新卖的一些门呢，有的说是steel 的钢的，实际上呢只是一个很薄的这种钢皮，然后里面呢是一些压缩木或者是 form 装进去的。那种门呢实际上是没有这种实木门这么好、这么高档和耐用的。这种新的实木门的售价是非常贵的，基本上要1500加元以上的报价。所以呢，轻易不要扔掉这种老的实木门。好，下面我说一下这个玻璃的选择。最常见的家居的玻璃呢叫退火玻璃，英文是 annealed glass， 也叫 float glass。不管你这个玻璃是双层的，或者是那种 insulated glass， 但是呢，它一般呢都是2层的这种退火玻璃，然后中间呢，加上这个分隔的这个 spacer， 然后呢，把它一体式的把它压到一块的。这个呢是最常见的。那么还有一种玻璃呢叫钢化玻璃 tempered glass。那么钢化玻璃呢基本上是用在户外，例如说是那种玻璃的围栏，或者是户外的不需要保暖的这种封闭式的门廊。这种 tempered glass 呢现在也有呢用 tempered glass 来做这种 insulated glass， 2层 tempered glass， 然后把它密封起来。但是呢，这个成本非常非常的贵，基本上呢，在住宅呢还是很少用的。那么还有一种 glass 呢，像我选用的这种呢，外面的这层 glass 呢是叫做 laminate glass， 也叫做复合玻璃。这个复合玻璃呢，实际上呢就是2层玻璃中间加了一个塑料层。这个塑料层呢和这个玻璃呢是通过这个高温压在一块儿的。那么它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它有一定的保暖的功能，因为塑料是绝缘的。另外呢，它可以反射一些紫外线啊之类的东西。另外，它的隔音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它的安全性，因为这种玻璃2块玻璃中间呢有粘性非常大的塑料层，所以当遇到这个砸碎的时候，它会像蜘蛛网一样的散裂开，它并不会变成碎片散落下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就是一般的玻璃呢，退火玻璃呢，它就会完全的散落在地上，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尖角。但是 tempered glass 呢也是一种安全玻璃，它呢也会碎，但是它碎呢，它不会有那种尖角型的碎片，它一般是那种圆的，所以呢相对来说呢比较安全。这种 laminate glass 呢，这种是最安全的玻璃。这种 laminate glass 住宅上用的还是比较少，基本上是用在这种商用的这种建筑物上面。汽车的前挡风玻璃呢用的也是这种 laminate glass。这个呢敲起来呢就是能感觉到它非常结实，然后它的声音比较沉闷，跟后面的这种
有点不一样。OK， 那么我这个门呢，就是因为以前呢这个上面呢有一层退火玻璃，所以呢我就定了3块 panel。这个呢尺寸是2尺乘3尺。我定了外面呢我是定了6.3毫米的复合玻璃 laminated glass， 那么里面呢就是一般的退火玻璃。然后上面呢外面呢我也是定了2尺乘2尺的这个复合玻璃，然后又用上原来的一个普通的玻璃。然后完成了这样一个 project。好的，实际上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门呢是2层，2个玻璃板，然后中间有一个 spacer。但实际上它是3层玻璃，因为这个外面那层 laminated glass 呢，它已经是2层了，而且呢它的保暖性能是非常好的。现在装完以后呢，因为这个门是朝东的，每天上午的时候会有很多阳光射进来。那么以前呢，这个单层的玻璃，这个阳光透过来的时候呢，这个地板是非常热的。那么现在呢，虽然你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阳光，但是呢，这个地板你已经感觉不出来和这个阴凉地方呢有任何温度上的区别。所以说它还是过滤了很多这种加热的这种太阳光线。另外呢，它隔音的效果就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这个外面呢是一条马路，所以还是有车来车往，还是有很多车的，所以现在呢这个门关上以后呢，就基本听不到路上的车声，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木框准备好以后呢，基本上就是把玻璃镶在里面就可以了。那么镶呢可以用这种木条来做，当然现在还有一个选择呢，就是你直接去定这种叫做 insulated glass。就是这种保暖玻璃，但是这种呢，首先呢，你没有这种 laminated 的选择，基本上就是2层这个一般的玻璃或者3层，它价格也是非常高的，那么基本上算下来跟你换一个窗户的价钱也差不多了，所以，有时候也未必划算，而且呢，我呢是非常喜欢这个laminated glass， 所以呢，我就采用这种解决方案。那么可能很多人会问，你这样做出来，你的密封效果怎么样？这个呢，因为我还没有经过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严酷的冬天，但是呢，我是非常有信心的，我觉得不会有任何问题。这个里面呢，我做了很好的绝缘，然后呢，有很多层。冬天最冷的时候，我会给大家再做一个 update， 看一下这个门能否经历加拿大这种严酷的冬天和这种内外巨大的温差。现在就跟大家分享这个门的制作过程。首先呢，就是把它拆掉。拆的时候呢，要注意这门上的锁啊，一些金属件，尽量都把它拆掉。在拆这个铰链的时候，要注意呢，不要把这个铰链的螺丝取下来，而要把中间的轴取掉就可以了。然后就是拆这块玻璃板。这块玻璃板呢，以前也是用4根木条把它镶起来的，用载子把它载松掉，然后就可以很容易的拆下来了。拆这个木头 panel 的时候呢，比较麻烦一些。原来呢，我以为它也是用这种小木条把它镶起来的，后来我发现实际上还不是这样。这个看上去像额外的木条的这个部分呢，实际上跟边框呢是一体的，所以呢，只有用这个木载子呢，慢慢的把它载下来。实际上如果现在我做同样的工作的话，我可能会采用锯子，开动锯子，一次性的锯过去，这样呢可能会有一个更加平滑的一个表面。木头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即使你拆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刮痕不完美的地方也没有关系，因为木头是很容易修补的。修补打磨完了以后，再上漆呢，你几乎是看不出来的。这个下面呢有2条竖梁，那么我用这种 jigsaw 把它锯断。这个竖梁呢，我也不会扔掉，我会把它锯成1/2英寸见方的小木条，用来固定我新买的这些玻璃板。最后我用 jigsaw 呢在边缘再切割一下，希望呢能有一个非常整齐的一个平面。我用 grinder 再简单的打磨一下。
好，现在开始裁一些1/2英寸见方的木条。我就是用拆下来的这2根小竖梁。这一步呢非常的危险，如果您对于如何使用台锯还不太熟悉的话，我非常不建议模仿。其实去任何的当地的装修店都可以买到一些类似的这种小木条。我把它上一些胶，然后有钉枪把它固定在这个门框上。中间的缝隙我会用一些腻子把它补起来。然后外面呢，我会把它打磨上漆。其实这一步呢，在你装完玻璃之后做也可以，但是现在做呢，你不需要保护这些玻璃，所以呢，会更加节省时间。打磨呢，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因为这是两个部件把它钉在一块的。如果你想要一种一体式的效果的话，那就要反复的打磨。这个中间的接缝的地方呢，摸起来是非常的平滑才可以。然后我会上一些底色，然后呢，等底色干了以后，再上一层清漆。好，现在这个木框基本上已经做好了，可以翻过来，然后一层一层的来装玻璃了。首先我用这种保暖用的 foam 把它裁成1/2英寸的宽度，然后把它贴在这个小木条的内侧。这个 foam 呢，裁的时候可以稍微裁长一点，因为多余的部分可以很容易的用戒刀把它裁掉。foam 上面呢，我又打了一层 silicon 硅胶，然后呢，准备放第一层 laminate glass。放之前我把它清理干净，然后趁着这个胶还没有干的时候呢，把这个玻璃压上去，用一个小起子调整一下这个玻璃的位置，把它放在这个框子的最中间。然后我在这个玻璃和框子缝隙的地方又打了一圈 silicon。这个呢，一方面是为了密封保暖，另一方面呢，也有把这个玻璃固定到位的功能。这个 silicon 干掉以后呢，它还是有很强的粘合力的。下一步装那个铝材呢，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需要用这种小铲子或者小刀片，把这个多余的 silicon 给它刮掉，让这个平面呢非常平。好，现在我把这个 U 型的铝材裁到合适的尺寸。然后我又打一层 silicon， 同样这一层 silicon 呢是有一定的固定的作用，把这个铝材呢固定到位，当然也有保暖和密封的作用。在铝材的上部呢，我又贴了一圈这个 foam 的保暖条，然后在上面又打了一圈 silicon， 然后把最后的一块玻璃把它压上去。我用了2块砖放在上面固定它，然后放1个晚上的时间，让这些胶完全的凝结。做这一步之前要非常的小心，要确保呢这个玻璃中间清洁干净了。如果里面有灰尘的话，你现在就没有办法继续清理了。现在我要安装里侧的木条，首先我又打了一圈 silicon， 然后我一开始呢设法是用钉枪把这个木条固定在边框上，但是后来证明这样做呢不太行，
角度控制不好，把一层玻璃打爆了。幸好呢是这种3毫米的普通玻璃，不太贵，我又去玻璃厂又订了一块。现在呢重新完成安装。这次呢我没有用钉枪，而是用这种木头胶加 silicone， 把这个木条呢固定到位。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胶呢，我在缝隙里面尽量挤，然后让这些胶渗进的这些缝隙里面去。看上去还有点多，但是干了以后呢，就不会这么多了。然后我会用砂纸把这个多余的胶完全的打磨掉，然后这个木条和边框有一些高度的落差呢，也把它打平。像这一块 finish 不太好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 gap，也没有关系，我用这个腻子把它补起来。大家可以看到，你在做背面的时候呢，就需要把玻璃保护起来，因为需要油漆打磨。如果不保护的话，很可能上面会有刮痕。好，然后呢，我进一步的对这个表面进行处理、打磨。然后呢，我会上一些颜色，最后再上清漆。好，这样呢，基本上这个门呢就算做完了。这个是做完之后的效果。如果您喜欢这次的节目，请给我一个 thumb up。如果您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或者还没有订阅，请点击我的红色的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谢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